不，这个是想谈表一个问题。中国宪法里面的所谓的司法独立的意思是什么？我把它理解为说这个司法制度包括当然包括公检法三家这个制度应该呃防止社会各个特权、社会各个力量的干预，而做他为党的领导应该做的工作，而不受到外面。就是说，他是应该像您在你的这个演讲提出，就是说这个司法制度是要为党服务，但是他不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外面的干预，是不是这个意思？Schmidt，你有一个 I think 一个slide 有 Schmidt 的名字，但是你没有谈到 Schmidt，对不对？我看了，注意了，有 Schmidt。对，有。Schmidt 是纳粹时代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可以说一个法学家或者法律哲学家 Carl Schmitt。他呢，纳粹时代以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那么纳粹上台之后，他就介入他们的运动，就自己成为一个纳粹。他的最有名的概念是所谓的 "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the exception"， 谁有权或者谁拿这个权利去宣布例外，就是主权，就是这个国王，就是那个 sovereign。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有足够的权利去宣布例外的话，你的权利就足够去执政。至少这个是我理解的他的概念。你比方，谁有权利，谁能够说明这个法律内容是什么内容？呃，我们自己有一个例子，在美国，就是这个所谓的 January 6th，right 的1月6号，如果 Trump 能够成功的推翻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他呢今天还是总统，他呢今天还可以宣布法律是什么内容。当然他没有成功，所以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但是 Schmidt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律不是权利以外的一个概念，它是权利以内的概念。我们西方宪法国家有一个好像一个迷信，认为这个宪法是一个什么巩固的基础，宪法是一个权利以外的一个东西，宪法是一个独立的、有合法性的一个可以防止权利的这个不合法的利用。但是 Schmidt 说这个是一个迷信 ，it's a myth。实际上，谁有权利，谁能够说法律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跟这个那个谁那个 Agamben 的概念是相似，而且大多数的宪法也有他们的里面的what do you say in a 例外情况的一条。你比方说中国宪法有一个 martial law，right？一条。美国宪法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法律里面有一个叫做经济状态的一个权利，就是说你州长或者总统可以宣布一个暂时一个经济状态，在美国。那么在中国的这个谁是国务院可以宣布 martial law？martial law 是就是戒严。对，戒严，中国对。
对，中国宪法里边也有提到紧急状态，然后有宣布戒严的权利。它是在，比如说，它根据范围，啊、像对，就是如果是省，如果是一个省的话，或者几个省的话，那是由全国人大；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国务院有所权。以这个特权国家就变为规范国家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宣布戒严之后，你的实际上你权利不受到任何限制，这个应该是暂时。但是我们记得在台湾这个戒严多少，这非几十年的戒严。OK，那么中国的话，这个规范国家的这个部分，呃，也不太那个规范，因为主要是因为腐败的现象。你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经济案、经济这合同的纠纷或者经济的纠纷的话，应该可以按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多案子是这个谁就当地的特别有路子的人可以干预，得到一个可能不是 correct 一个不太 correct 的一个结果。那么刑法案的话，也受到汤表提到的这个警察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警察的权利，因为警察他们要解决案子，他们要抓一个人，他要判这个人，他他的可以说他的自然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个案子。那么他们抓了谁，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怀疑在内，或者我们外面可能有一定的怀疑在内，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那个犯人？但是警察他的目标是解决案子，他们要这个 statistics，right， 这个统计，后来他们可以说明我们解决了多少的案子，所以而且因为这个公检法三家村的这个制度，这个是比较容易做。中国的法律没有那个无罪推定。无罪推定的这个presumption。安迪刚才提到的这个无罪推定，那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之前，中国的确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后来在法律上有写，只是在实践当中，它完全没有遵循这个无罪推定的规定。还有呢，我看有一个问题提到，剥夺政治权利，就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政治权利，但是剥夺政治权利是什么意思？那么这是刑法里边的规定，就是刑法里边它有这个把剥夺政治权利作为一个附加刑，比如说一个人被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5年服刑期间以及出狱之后的3年之内，在这8年的时间里边都没有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担任国家公职啊等等这些权利，这是就是剥夺政治权利的含义的一个刑法概念。然后那香港这个问题很大，那我们以后会专门讨论香港的司法制度以及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它是否会被改造成中国政法的形式。那现在的趋势是这样，中国当局它在一步一步的把香港的原来的那种法治体系给替换成中国式的这种法治模式。那么当然是有难度的，因为香港原来它属于这个 common law 这种英美的普通法系，而这个
它的这个法治发展的程度也相当的高，但是那么中共它想要摧毁香港自由法治的这个决心和动作也都很大，所以至于怎么发展，我们还要观察。再过几个星期会专门讨论香港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双规，双规的问题，对，就是，它的确是一个法治之外的，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是游离于刑事诉讼法之外的，因为它是这类似一种刑事案件，因为这个贪污腐败这个案件，它应该被当作刑事案件来处理，但是在它交到这个检察院之前，他完全是中纪委来说了算，然后对当事人的抓捕、问讯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法律之外的。那么用弗兰克的概念，就是有一个特权国家的范围。那么那么这个法院和检察院是完全没有权利去干涉的，一直等到这个中纪委把这个案件交到检察院手里之后，那么又变成了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来处理。所以说这个就是双规呢，如果用弗兰克的概念，就是它是这个先是特权国家，然后又把它交给这个规范国家。但是这个安迪说的刚才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的这个规范国家，它也不那么规范。这也就是它并不是说这个完全按照法律的办，一个双规的案件交到检察院手里之后，它仍然是中纪委，仍然是共产党来控制。那么法官他没有办法按照法律、按照证据来进行一个规范的审判。那么这也是就是郭丹青Daniel Clark 他说这个双重国家的概念和中国的法律运行的实际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就我们刚才谈到那些就是敏感案件和政治案件之外的其他的大多数的普通的案件，比如说一个合同啊，或者是离婚啊，或者是一个劳工的案件啊，很小的一个案件，那么假如没有任何人干涉的话，既没有共产党的干涉，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没有当地官员的干涉，那么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期待这种案件当中，法官他可以按照他的专业，按照他对法律的认识来处理。那么看起来是一个就是规范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的通常的做法，但实际上。丹诺克拉他说就是一个猫，它去这个扒门，它大多数情况下你都会开门让它出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猫就有权利出去，就是经常发生的这个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并不等于它就按照法律的这个规定，然后呢有这样的这个依照法律规范的动机去做事情。也就是说，还举那种大多数的普通案件为例，一个普通的离婚案件或者是经济纠纷，那么没有政治干涉的时候，他又有可能面临比如说其他的那种比如说腐败啊，其他的影响啊，有可能某一方他通过贿赂法官等等，或者说那个案件他本来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但是呢，他的这个当事人突然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政治色彩，有了一定在这个政治关系里边又有了一定的角色，那么一个很普通的小的案件，法官也是没有办法按照法律来处理。所以这种规范国家，它是非常脆弱的。首先，它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先于特权国家存在的东西，像弗兰克所分析的纳粹德国那样。那么其次呢，这种就是这种规范，它也是就是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一个必然现象，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案件，也可能会受到政治干涉。法官他可能就是随意的，他可能一个案件本来打算按照法律来处理，公正的处理，但是突然接到一个什么人的电话，或者突然收到当事人的一笔钱，然后就完全法律又不存在。嗯，然后还有社会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法系。那么这样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有两大法系，一个就是英美法系或者叫普通法系，这个 common law，另外一个呢叫民法法系或者叫大陆法系、罗马法系等等。那么有的教材，有的学者把中国苏联这种法系叫做社会主义法系。这当然是一种提法，也可以这么叫。但是呢，就是它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标准啊，并不是存在一个资本主义法系、社会主义法系。中国的这个法律的特点呢，它是从德国、从台湾啊，它更类似于一个大陆法系，只不过它的特点，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全部的内容，它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呢，它的很多特点、很多缺陷，就是从这儿来的。嗯，就是然后呢，就是实际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它今天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大法系它又不是截然划分的，就是英美法系也有这个一些大陆法系的特点，比如说成文法呀、法典呐等等。那么这个大陆法系它也会吸收一些这个判例法、一些这个普通法的东西，比如说遵循潜力啊，其实也是有的。那么它不会轻易的就会破坏之前的那个先例。嗯，刚才安迪有提到一些问题，好像嗯。就是其中好像有一个议长带三长，议员带三员。那么这个在70年代之前是经常见到什么这个就是那些历次政治运动当中是经常见到的，但后来就比较少见，尤其1983年严打之后啊，严打期间呢，也可能也有类似的影子，但是80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上这种做法就消失了，就完全打破了公检法的界限，就是呃一个公安一个审查员，就一员带三员，就是一个检察员、审查员、审判员和一个这个警察，他们当中的一个就可以处理案件，把整个的程序从这个侦查到这个起诉到这个判决、执行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由一个人说了算了，就是非常非常快速的、高效的去处理案件。这是议长带三长，议员带三员，现在没有这样的提法了。社会主义优势，社会主对义制度的这个司法独立的宪法里面的那个概哦，念是什么？对对，这个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46年的宪法，就是目前台湾正在用的这个宪法，它的表述是不一样的。它的表述是，法官独立，不受任何其他力量的干涉。就是它是表述是法官独立，而中国的宪法，那么在1954年宪法。和今天的这个宪法表述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表述比今天1982年宪法它对这个审判独立的这个表述要更科学一些，更好一些。那么现在中国宪法它对这个它的表述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不受其他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那么这是他的这个表述。第一就是它并不是法官独立，而是法院整个的独立，法院作为这个审判机构的一个整体的独立，所以它强调的不是法官的独立。那也就意味着法院内部，比如说院长啊、什么审判委员会啊等等，它可以对法官进行干涉。第二个呢，就是它不受什么什么什么干涉，里边没有包括共产党。所以呢，就是他又留着这样一个口子，就是他不敢说法官的独立审判，法院的独立审判不受共产党的干涉。所以即使在立法层面上呢，他也是留了这样的口子。在实践当中，通过政法委，通过这个党国体制，那么共产党当然他有权利来控制这个司法，控制法官。这是这个我们的 Q&A 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很想听你的回答，就是请问老师们，我们常常声援中国维权人士与维权律师，你这个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他们吗？对，那对，这是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对，正好也没有别的问题，那我就回答一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会经常问到的问题，当然和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司法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案件的这个声援会不会起到作用，或者说有一些情况下会不会起到反作用？那么中国政府、中国这些处理这种政治案件、人权案件的部门，他们经常会对当事人进行威胁，包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威胁。就是说，如果你去向外界声援，如果你对媒体讲这个案件的情况，那么你的家人就会被重判。那么如果你不讲，你就保持沉默的话，不要去跟任何人说的话，那么你的家人很快就会放出来。那么这种威胁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案件。这个就是政治性案件，他们的家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警告。那么也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所以其实大多数家人都害怕，他们都会屈从于这种威胁，所以就不敢接受媒体采访，不敢跟外界讲案件的情况。那么实际发生的情况呢，就是当局的这些承诺是完全没有兑现的。有些人说你就这几个月你不要发声，然后就放了，但最后结果是这个人被判3年、5年，甚至10年，都是这种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国际的声援，这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因为这也考虑到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中国它的这个经济地位这一些等等一些政治考虑，那么有的时候呢，他用一些比较知名的政治犯、良心犯来做这个外交筹码，所以在他想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的时候，或者想要加入 WTO 啊等等，就是他会释放一些重要的政治犯。那么在后来呢，就是越来就是在胡锦涛之后，基本上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他不拿这些这个政治犯去做交易，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再去做这种交易。但是国际社会的呼吁，包括人权组织，包括国际媒体的报道，包括一些外交途径的呼吁，在有的时候是能够起到作用，能够这种当局他要考虑这些压力。这例子也有很多了，比如说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当时的国际声援就非常的强烈，包括Hillary Clinton 也有呼吁，很多政府很多媒体在呼吁，所以他们在关了1个月左右就都释放了。那这种例子也有很多。
当然有更多的例子，就是国际社会的呼吁很强烈，但是当局也没有放人，或者是没有减轻处罚，他还是按照原计划来判。这种例子可能更多，也就是说国际的声援它并没有起到作用，但是至少这里面又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表面上可能对他没有释放，仍然被关押，但是呢他在里边的待遇要比没有呼吁更好，他受到酷刑的可能性等等，他就是在里边的待遇会好一些。那么我们作为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就是也有这个被几次绑架关押的经历，我们特别希望即使在里边。有很多人能够感受那种判长期徒刑的，他们能够感受到外界的这个呼吁会起作用。那么即使感觉不到的情况下，我们也非常的希望有人来提我们的名字，有人来关注我们的案件，包括媒体的报道。那么就是至少它不会起到副作用，起到反作用。所以呢，就是我强烈的主张就是不要屈从于当局的这些威胁。那么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呼吁虽然很多情况下看起来不起作用，但是至少不会起到负面作用。嗯，那没有别的问题，我们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课程，感谢李安友教授，我们下星期见。再见。再见。